其实蛇吞人的事情，我原本以为就是在电视电影里面说的，真实世界是不会发生的。直到我认识了这种在世界上体型最长的蟒蛇，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。如果你在大晚上碰上它，一场人蛇之战是在所难免的。但要提醒各位的是，这种蟒蛇的绞杀能力非常的强。在6年前，印尼有位妇女在大晚上莫名其妙的失踪了，村民们在附近的玉米田里面四处寻找时，看见了一条肚子鼓鼓的网纹蟒。没错，它已经变成了一具食物。瓦蒂巴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省穆纳岛，她是一名54岁的农村妇女，每天都要去自家菜园里面忙碌。2017年的某一天晚上，瓦蒂巴想到最近经常有野猪出没，糟蹋自家农作物，一时间放心不下，于是就决定去玉米地里面查看一番。虽然已经是晚上，但玉米地离家仅仅只有800米，所以他想着早去早回，也可以早点休息。而事实证明，瓦蒂巴最该担心的是大蟒蛇，而不是什么野猪。他所在的村子附近不仅有悬崖洞穴，还有一定数量的网纹蟒。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能预料得到，瓦蒂巴彻夜未归，而他的姐姐误以为他一大早又去地里了，于是准备去找他，可没想到到处都没有瓦蒂巴的身影。这个时候，他的家人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开始发动其他村民一起帮忙找人。据统计，当天大概有100多人加入了寻找瓦蒂巴的队伍。他们在玉米地里面发现了瓦蒂巴的手电筒、砍刀和拖鞋，以及乱七八糟的脚印，看来他很有可能就在这附近。果然，在距离这些东西大概30米的地方，他们发现了一条7米长的网纹蟒。可是这条蟒蛇一动不动，而且身体异常的肿胀，腹部隆起的特别厉害。村民们环顾四周，发现这周围到处都是阴暗的洞穴，是蛇最爱的栖息地。可平时蛇基本只会攻击小动物，不太会袭击人类，更不要说吃人了。但眼下失踪的瓦蒂巴，再加上一条腹部奇大无比的网纹蟒，所有人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但都心照不宣，不敢说出来。此时此刻，瓦蒂巴的家人已经急疯了，他们联合村民一起设法把蛇打死。其中一名男子自告奋勇，他当场用刀一点点地剖开了蛇的腹部。果然，瓦蒂巴就这样全身穿戴整齐地躺在蛇的体内，和去玉米地之前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早已没了呼吸。面对瓦蒂巴的尸体，所有人都难以接受，在边上掩面哭泣。其实之所以瓦蒂巴的尸体能够完好无损，是因为他在进入网纹蟒体内之前就已经死了。网纹蟒的攻击力非常强大，它懂得伏击，会先把猎物咬住，用身体将其包裹起来，死死地向下挤压，直到猎物没有了呼吸，再慢慢将其吞下。通常来说，在这样势不均力不敌的人蛇之战中，人类的每一次呼吸都会换来网纹蟒的进一步压迫，所以撑不过几分钟，人类就会因为窒息或者心脏骤停而死亡。除了瓦蒂巴之外，在2017年的3月，也有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男子被发现死在网纹蟒体内。死者是25岁的阿克巴尔·萨鲁比罗，来自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一个偏远村庄。阿克巴尔在某个周末晚上离家去采棕榈果后便一去不复返，家人们发现他的失踪后就立刻报了警，但迟迟没有发现阿克巴尔的踪迹。事发第2天晚上，阿克巴尔的朋友在他家的后院里面发现了一条7米长的网纹蟒。奇怪的是，这条蛇的腹部严重隆起，爬行起来异常笨拙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朋友立刻上报了这一情况，果然经过村民们搜查，发现了这条网纹蟒出没的地方附近确实散落了不少东西，就比如棕榈果、收割工具和一只靴子。看来十有八九，那条网纹蟒就是罪魁祸首了。紧接着，村民们设法抓住那条蛇，并用一把45厘米长的猎刀割开了它的肚子。果然，网纹蟒的腹部立刻划出了一具尸体，正是失踪的阿克巴尔。和瓦蒂巴一样，他的尸体也非常完整。另外，还有一只遗落的靴子也被网纹蟒一起吞了下去。事后，村长透露，在阿克巴尔失踪的那一晚，有村民听到从棕榈树林里面传来的哭声，现在想来就是他遇害的惊险时刻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，是说人类对于蛇的恐惧是刻在 DNA 里面的，就算是从未见过蛇的婴儿，初次见到蛇第一反应也是害怕。而这起事故当中出现的网纹蟒是世界上最长的爬行动物，也属于蛇中绞杀能力最强的王者级别了。因此，这样的巨蟒生吞鳄鱼也不在话下，更不要说手无寸铁的人类了。其实网纹蟒广泛分布于东南亚的热带地区，就比如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等国家，偏爱热带雨林、沼泽环境。和其他的蛇类一样，网纹蟒白天通常会缠绕在树上休息，等到夜间才出来活动，偶尔会出现在村庄附近袭击家畜。
在一些纪录片当中，我们也能看到巨型网纹蟒的长度可能超过10米。这些大蟒蛇吞噬猎物的过程中，展现出了强大的肌肉量。最重要的是，网纹蟒的上下颚是由非常灵活的韧带连接组成的，嘴巴最大能够张开到130度以上，而且非常有弹性。换句话说，猎物有多大，它的嘴巴就能张多大。通常来说，网纹蟒只会吃哺乳动物，偶尔也会吃爬行动物，比如年幼的网纹蟒愿意吃老鼠等小动物，但这仅仅是因为自身的体型不够大，所需的热量并不高。等它长到一定体型时，老鼠这点热量根本就不值得一提，塞牙缝都不够。有些网纹蟒还特别的挑剔，即便长时间都没有合适的猎物，它们也会留着大部分肚子来等待好货出现。那如果当蟒蛇遇到鳄鱼，这两个顶级猎杀者碰撞在一起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照片。鳄鱼的嘴巴从蟒蛇的中部位置凸了出来，而与此同时，蟒蛇的脑袋已经不见了。拍摄者是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的护林员，那里是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一个大型沼泽湿地。恐怕鳄鱼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自己食物链顶端的位置正在悄然发生改变。图片上的蟒蛇品种为缅甸巨蟒，它和网纹蟒一样，都属于世界上最巨型的蛇类之一。如果说网纹蟒的长度更胜一筹，那缅甸蟒在体重方面绝对有压倒性的优势。根据佛罗里达大学野生动物教授弗兰克·马佐蒂表示，在过去虽然有类似的鳄鱼蟒蛇之战，但很少会看到这样两败俱伤的惨烈景象，大部分都是落个平局或者鳄鱼获胜的结局。另外，弗兰克还推测说，如果缅甸巨蟒能够在鳄鱼袭击之前率先压制住它，那么就有可能获胜。只可惜从照片上来看，鳄鱼在被生吞的过程中，用爪子抓破了蟒蛇的腹部，从而导致身体破裂。最终，这场罕见的鳄鱼与蟒蛇之战也以同归于尽落下了帷幕。那可能有小伙伴会说，什么网纹蟒、缅甸蟒之类的，离我们生活实在太过遥远。但就算是普通的蛇，你们敢保证自己遇到就能全身而退吗？到时候可不要又来那一套，凡事不要慌，先拍照发个朋友圈。可真正遇到了，可能试试就试试了。现在正值暑假，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去山林当中避暑，而蛇是变温动物，天气越热，活动就越频繁。如果大家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了蛇，切记不要惊慌，也不要靠得太近，先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无毒蛇一般颜色比较单调，而有毒蛇身上大多数都有彩色花纹，可以从外观进行分辨。当然，也别想凭借一己之力消灭掉它，因为蛇虽然危险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它只有在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会主动攻击人类。假如蛇离得还很远，那你只需要慢慢的往后退，尽量做到悄无声息的离开，不要惊动它。相反，当你发现你和蛇的距离已经很近，并且它已经追过来了，那你最好左拐右拐的绕过它，因为蛇转弯其实没有那么灵活。当然，最后一种情况是大家不想碰到的，如果你已经被蛇咬伤了，该怎么办呢？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牙印。通常来说，无毒蛇大多数是没有齿痕的，如果有，也只是2排细小的齿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需要用酒精消毒，清洗一下伤口。而毒蛇的齿痕一般都是又大又深，有的时候是1对，有的时候是3、4个，伤口周围会充血，而且肿胀得特别厉害。除此之外，被毒蛇咬伤后，人也会出现头晕眼花、全身发热、胸口心悸等症状，这个时候就要迅速在伤口上方关节处结扎，有肥皂水就先清洗伤口，然后立刻去医院就诊。千万不要学电视电影里面直接用嘴巴把毒液吸出来，因为咱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经验。凡事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如果大家在野外游玩，倒不妨捡根木条随身携带着，真正做到打草惊蛇，避免与蛇来个亲密接触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大家在外出游玩时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不用点赞、收藏和转发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